拥有 vivo X100 Ultra 后，我再次开始拿起手机拍照。首先，感谢骁龙的骁友会先享体验计划，让我能够上手体验今天的主角 vivo X100 Ultra。作为 vivo 的第一款相机，第一款 Ultra， 可以说这次 vivo 将全新影像旗舰的底牌全盘压住。那这次 vivo X100 Ultra 是否能够真正的戴上影像旗舰的王冠？欢迎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龙谷，这里是我的全新栏目随机开箱。首先我们来看外观 ，vivo X100 Ultra 这次背面依然延续了 X100 系列的日环云阶设计，在我看来啊，足够简洁就是最好的设计。当然，由于这次影像功能的升级呢，背面的镜头模组确实看起来偏大，被许多人诟病。其实整体的手感我觉得还能接受，虽然平时在使用的时候偶尔会侵占一部分食指的空间，但如果是为了影像性能让步，倒也还能接受。另外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玻璃背板。虽然总是会担心摔碎，但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高端。镜头外侧用的是腕表太阳纹工艺设计，看起来也有点像镜头侧面的调焦螺纹。内侧呢采用了拉丝金属设计，侧面铝合金边框也是用了类似的拉丝工艺，并且有一条比较浅的凹槽，整体的握持感呢也会更舒服一点，不会那么滑。底部也是一个内部凹陷的设计，摸起来的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。那来到正面 ，vivo 这次使用的是6.78英寸的 2K 三星 E7 双曲面 OLED 屏幕，中置8孔，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和3000尼特局部峰值亮度，同时它也支持14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以及超声波指纹解锁，即使失手也能迅速解锁。在使用的过程中啊，我觉得这块屏幕看着还是挺清晰的。我个人在使用上呢更偏好直屏。当然，我也理解啊，现在各种厂商需要用这种曲面屏来秀肌肉、展示实力。虽然说曲面屏其实对于手感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，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返璞归真。即使旗舰也可以上个直屏，最简单的真的就是最好用。刚看到这款手机的时候啊，相信所有人的目光无一例外都会聚焦在它的镜头上。那这次 vivo X100 Ultra 后置摄像头采用的是3摄模组，分别是1英寸云台机主摄、5000万像素超广角，以及和蔡司合作的2亿像素潜望长焦。前置摄像头也同样是5000万像素。这次 vivo 的主摄用的是 LYT900，5000万像素。可以设置默认3个焦段，分别是23毫米、28毫米和35毫米。那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各种场景其实都已经挑不出什么毛病，没有鬼影眩光，噪点控制的也很棒。那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唯一我可能要说的就是它的这个 AI 算法。我的建议是可以加一个 AI 的开关，让用户去选择是否需要这个算法介入，对照片进行修改。不然更多时候拍照体验和开盲盒会有一点相似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算法是否会介入，以及对画面的影响是什么样。那这次 vivo 的超广角镜头使用的是索尼 LYT600，116度超广角。vivo 甚至给它的超广角也用上了5000万像素。由此可见 vivo 这次对于这台机器影像的重视，完全不想让它有任何的短板。那我最想说的就是这颗2亿像素的潜望长焦。这次 vivo X100 Ultra 最主要的宣传点也是它的长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像效果到底是怎么样。那这段时间使用下来呢，当我在翻看照片的时候，发现我大部分照片都是用的长焦拍摄。可以说在拍照这件事情上，我最爱用的镜头就是长焦。我也觉得长焦是最出片的镜头。我认为所有拍照小白在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呢，就应该多用长焦，之后再慢慢去适应5毫米或者24毫米这样的焦段。那这次 X100 Ultra 长焦的默认变焦倍率是3.7倍，也就是等效于相机的85毫米焦段，可以说是我最爱的焦段之一。同时 vivo 设置了快捷键，可以调整到135毫米，另外还有230毫米、300毫米、600毫米，一共默认5个长焦焦段。那对于我这种喜欢出门扫机的人来说，这次 X100 Ultra 的长焦真的是非常舒适。在使用长焦镜头拍照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考虑画面内是否有其他因素的干扰，也不需要因为焦距不够而要移动距离，只需要找到你的主体，按下快门就能轻松得到一张不错的照片。而且这次 vivo 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，人文街拍，在相机界面上滑就能打开，当然也可以双击音量下键打开。扫街需要拍摄时，可以立刻开机拍摄。在使用人文街拍模式时，你可以选择24、28、35、50、85这些焦段来拍摄。这些都是扫街比较常用的焦段，也可以选择质感、黑白、鲜明、自然4种成像风格。在我日常出行随手拍摄时，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vivo长焦的实力，这极大地提高了拍摄出片的概率。在这些长焦的焦段里呢，我个人觉得这颗长焦镜头直到600毫米仍然可用，但到600毫米焦段以上时呢，就非常依靠算法去进行补偿了。不过我也觉得到了这个焦段，拍到可能要比拍好就更重要了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欢迎大家在弹幕上一起讨论。另外，这次你也可以选择打开超微距的功能，你能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颗镜头超高的解析力。对于我这种常年的老 iPhone 钉子户来说啊，真的是非常震撼。原来外面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吗？
同时，在使用 vivo X100 Ultra 的长焦拍摄时，你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防抖带来的便利。得益于这次采用了浮动潜望镜头设计，即使拍摄超远的物体，也能轻松获取清晰的影像。夜晚其实是更考验镜头成像实力的场景，这对于任何相机来说都是比较难的地方。我就算用相机拍夜景也是非常出头，但由于这颗长焦拥有了蔡司低清度膜和 APO 的加持，也让它能够适用更多的场景，即使是在夜景的情况下，也能轻松出片。明暗关系的处理都比较得当，用相机直出的画面就很有质感，基本上就不需要我再去进行后期的调整，也会有夜晚的氛围感。总之，这次 vivo X100 Ultra 的影像方面，无论长焦、主摄还是超广角，配置全部拉满，而且整体的观感上不会让你觉得很过分的锐化或者色彩过度饱和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像手机，而是更接近相机的画质，细节足够丰富，但不会傻锐，画质足够细腻。也不怪发布会上说这是 vivo 的第一台相机，很多照片我们在手机上看，其实都能和相机打一打。那拍照之余，录像方面同样得益于第3代骁龙8所支持的 Snapdragon Sight 骁龙影像技术，这次为 vivo X100 Ultra 带来了 8K 30帧、4K 120帧，以及支持杜比世界的 4K 60帧等高规格视频录制规格，让 vivo X100 Ultra 在视频录制方面的影像实力大幅提升。其中 8K 画质呢可以方便后期进行画面的裁切，4K 120帧则可以方便后期升格。不过我觉得最实用的还是 4K 120帧，我的微单没有办法拍 4K 120帧的视频，所以我的日常拍摄都是 1080p 120帧。那高帧率对于摄像来说就是带来了更高的容错率，在拍摄视频时可以通过慢放让镜头更有质感，也就是所谓的升格怪。那这样的镜头啊，你在影视飓风或者各种视频拍得非常好的博主那里都能看得到，非常有助于提高你的视频质感。杜比世界我之前有出过一期视频讲过，感兴趣的呢可以去再翻看一下。其实就是 HDR 视频，能够最还原的记录现实世界的光影观感，让亮的地方更亮，暗的地方更还原。那这次在用 vivo X100 Ultra 的时候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在这台手机上看杜比世界视频也非常好用。另外，这次在使用 X100 Ultra 时，它的音频外放表现真的有震惊到我。我没有想到现在手机上的外放也能到了这种程度，在视频里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表现它的效果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非常推荐大家去线下体验一下。续航方面，这次 vivo X100 Ultra 搭配的是5500毫安时电池，同时支持80瓦有线闪充、30瓦无线充电和10瓦的反向无线充电。对于我这种从 iPhone 换过来的用户来说，确实80瓦已经非常充足，但总觉得 Ultra 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你觉得呢？以及这次使用的半固态2代硅蓝海电池，即使塞进去了一个5500毫安时的电池，整体的厚度控制也是很好，并且因为它是曲面屏，所以并不会给人厚重的感觉。目前用下来呢，这个续航也是真的很舒服啊，出门再也不用带充电宝的感觉真的很爽。那这次 vivo X100 Ultra 用的是第3代骁龙8移动平台，它的实力呢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，整体的游戏娱乐体验都非常的流畅舒适，甚至它还有一个 Boost 的模式，能让它在面对各种重度使用的情况下都能轻松应对。在我打游戏、刷社交媒体平台等多个 APP 连续使用8个多小时后呢，电量仍然有17%的剩余。当然，我这种不停机的使用情况还是比较极端的，日常上班或者上学使用的情况下，它的续航只会更好。由此可见啊，骁龙8 Gen 3的功耗控制真的很强，在该全力运行的时候，能为你提供超强的性能，日常使用又能提供超长的续航，这种体验真的非常舒适。另外呢，还有我必须要提的一点就是 Origin 系统真的是太流畅了。我是从 iPhone 低端机直接跳到这款 vivo 的影像旗舰机上，对于我来说，整个的体验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各种 APP 之间流畅的切换啊，对后台极其友好的运存，高帧率丝滑的交互，整体的使用体验都很丝滑，让我对于安卓机的观感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同时 vivo 还有一个 vivo 办公套件，让我的 Mac 也能和 vivo 手机无缝连接，使用体验也非常好。那信号方面相信也不需要我再多赘述了，无论如何都是比我的 iPhone 要强很多。那在我的房间里呢，其实信号非常不好，路由器在客厅，到我的房间需要穿过一个走廊，再经过2堵墙，经常翻个身，可能 WiFi 信号就没有了。手机信号本身也很差，但是因为 X100 Ultra 对于低频信号有非常大的提升，自从换到它以后呢，终于在我的房间里无论怎么翻身，我的信号都非常好。当然它也支持天通卫星通信，好像现在卫星通信这个功能被卷的每家都要有，可以不用，但是必须要有。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当然是挺好的。在另一个方面来说，也是科技进步的证明，它能够支持双向卫星通信，一键接通蓝天救援队，无论是在野外或者是什么地方，都能给你提供足够安全的保障。最后就是现在最火的领域了 AI。vivo X100 Ultra 同样因为4纳米制程工艺的第3代骁龙8移动平台的超强 AI 性能，能够在终端运行高达100亿参数的模型。在我的使用过程中呢，也会用到很多关于 AI 的功能，比如 AI 消除、蓝心小微的生成式对话等等，还有一些让我觉得比较惊艳的功能，比如有一个叫小微帮记的功能，可以根据音视频源自动生成字幕，并且在有多人对话的时候呢，可以帮你自动分角色，也可以同步保存音频，还会在记录完毕后有 AI 总结。那这个功能对于开会会议记录以及对于残障人士来说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用。那这段时间体验下来呢，我对 vivo X100 Ultra 其实是非常满意的，它的硬件和软件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，让我对于现在的高端影像旗舰手机也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当然它也有一些小问题啊，比如镜头的异响，相机界面呢由于功能繁多，各种功能可能需要你仔细找才能找到，或许需要一些更好的设计归类一下。但无论如何，这台手机的影像功能已经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最后再次感谢骁龙和骁友会给我这次体验 vivo X100 Ultra 的机会，也欢迎大家参与后续的众测，更多活动内容
内容请关注骁龙校友会。我是龙谷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